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利用电焊枪的高温，将焊锡热熔来焊接电线或电路板。工业上将生铁放入高温炉中，经过高温加热，熔成为液态后，再倒入各种模具中成型。或者如琉璃工业，将细砂加热熔后，再吹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。这些都是利用物质在温度达到熔点时，相态发生变化的应用。当固态纯物质缓慢受热，由固体完全转变成为液体的温度范围称为熔点。熔点是纯物质的重要物理特性之一。相同的物质在定压下应该具有相同的熔点。不纯的物质其熔点较低，而且温差范围较大，因此利用物质的熔点测定，可以辅助鉴定物质的结构以及纯度。本实验所使用的器材包括盐钵、称药纸、药勺、中空玻璃管、毛细管以及熔点测定仪。本实验所使用的是电热式熔点测定仪。这个测定装置包括一个电热式的铝金属熔点测定槽，可以同时放入3支毛细管，用来观测式样变化的放大镜观测窗，用来测量温度的温度计、电源开关，以及用来调整加热速度与温度的电压调控钮。熔点测定实验操作，在进行实验前必须先准备试样。受潮的试样需要事先干燥，否则会影响熔点测定的准确性。测定熔点所需要的试样极少，取少量的固体试样置于一称量纸上，将称量纸折叠，而且让固体夹在中间。再以锥形瓶底部或其他可以利用的硬物将固体压成粉末状。如果试样为大而坚硬的颗粒，或者是2种固体试样要混合均匀时，则可以使用盐钵研磨成为细而均匀的粉末。取一支一端封口的毛细管，以开口端插入试样粉末堆中，一些粉末会卡入开口端。取出毛细管，用卫生纸将粘连在外壁的试样擦拭干净。取一支长约60公分的中空玻璃管，一端放置在坚硬的桌面上，将毛细管的封口端向下，开口端朝上，自玻璃管的上端放入，让毛细管在坚硬的桌面上弹正，使在开口端的试样落入底部。如此反复数次，使毛细管中的试样紧密地堆积在毛细管的底端。毛细管中的试样不要超过2到3毫米。因为填充过多的试样，加热过程中会因最底部的试样与最上层的试样受热不均匀，而使得熔点范围增大，误差增加。完成填充的毛细管，以纸巾将外壁再擦拭一次，以免样品粉末污染测定器具以及影响熔点的判断。测定试样熔点之前，首先检查试样槽是否干净，没有杂物。再将校正后的水银温度计安置于温度计放置槽中，毛细管放入测定槽。检查电压调控钮是否在归零的位置，然后接上电源，打开电源开关，利用熔点测定仪的放大镜观测窗来观测毛细管内是否堆积紧密。接着转动电压调控钮，以适当的速度加热。本实验室的熔点测定仪加热速度与电压设定的关系图如附图所示，当设定值愈大时，加热的速度愈快。加热速度是测量熔点准确与否的关键。如果加热的速度过快，加热不均的状况就会特别严重。在毛细管中，不同位置的试样感受到的温度不同，物理变化也就不同。温度计的拱球也会因为加热过快而来不及达到温度平衡。
因此使用熔点测定仪在刚开始加热时，可以用较快的加热速度进行，以节省时间。接近熔点范围时，加热应特别缓慢，以求得精确的测量。本实验示范使用苯甲酸为待测试样，可以同时准备2支毛细管试样。第一次用较快的速度加热，转动电压到刻度为6，使用每分钟约上升5度左右的加热速度，即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熔点范围。关闭加热旋钮，让仪器自然散热降温。要注意，已测过熔点的毛细管因试样经过融化，可能已经分解或经行改变而熔点不同，不宜再使用。观察温度降到较初估熔点约低15度后，再置入第2支毛细管进行第2次量测，调整加热速度为每分钟上升2度，而与熔点相差2到4度时，再降低到每分钟只升高1度，甚至于更慢。总之，越接近熔点时，加热速度应该越慢。在加热过程中，自放大镜观测窗观察试样，自温度计读取温度。当温度升高时，会发现固体首先变湿，然后会有液体凝聚成的小液滴出现在底部，记录毛细管中刚有液滴出现时的初熔温度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液滴的范围慢慢扩大，直到固体刚好完全消失，此时熔点的测定算是完成。记录试样完全融化的全熔温度，这2个温度就是熔点的上下范围。纯物质在定压下应具有固定的熔点，但是不同的物质也有可能具有相同的熔点，因此仅靠熔点的数值来确定物质的结构则容易出错。这种状况可以用混熔法来确定。混熔法是将该固体与另一已知物以约1:1的比例磨合均匀之后测定熔点。如果熔点下降且范围变宽，则两者必不相同，否则就是相同的物质。熔点测定完成后，关闭加热旋钮，关闭电源，让仪器自然散热降温。用过的毛细管弃置于回收桶中，完成实验。实验操作总结如下：固体试样研磨成为细而均匀的粉末，装填少量的试样于毛细管，使用熔点测定仪以适当的速度加热，观测记录固体试样开始以及完全融化的温度范围。实验结束，关闭仪器电源，并将毛细管弃置于回收桶。实验操作注意事项：进行熔点测定时，待测固体试样要研磨成细而均匀的粉末。使用干净毛细管装填试样，毛细管不应含有水汽或灰尘等。毛细管中试样需填充紧密，试样高度约为2到3毫米。如果试样为容易升华的固体，则毛细管两端都要封闭。检查并且保持熔点测定仪的试样槽干净。测定所用的温度计应时常校正。测定未知物应准备2支毛细管试样，先测得粗略熔点范围，再使用第2支毛细管进行第2次的精确量测。熔点测定仪加热使用后，应让其自然散热降温，不可以洒水等其他的方式加速降温，以免造成仪器损坏。用过的毛细管弃置于回收桶中。若有任何断裂于试管槽的毛细管或温度计，应尽速的清理干净。如果不知道该如何清理，请尽速请教老师。